753节究竟谁先退役？就在3天前，火箭大奖赛又夺冠了，结束了长达1周的冠军荒。本赛季的胜率高达90%，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职业生涯的巅峰。在这个节点聊到这个话题，似乎有点不太合时宜。但是想想3个老头的年纪，虚岁都已经50，想留的留不住，该来的总会来。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他们3个究竟谁会先退役呢？首先呢，咱们来说说火箭。说到口嗨呢，他要说第2，谁敢称第1？但就说到退役这个事儿，次数上来说，兄弟们谁还数得清楚？反正耳朵都已经听出了老茧，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就是诺尼一贯的风格。时间回到12年前，当时火箭世锦赛夺冠之后，突然宣布想要休息1年。当时呢，他也没说要退役，就想效仿一下乔丹，看看自己离开之后，斯诺克职业联赛会不会崩塌，世台联会不会像 NBA 一样求他回来，到时候自己的王者归来会不会像当年的乔丹一样拉动纳斯达克一路狂飙。但是火箭没有想到的是，当他离开之后，比赛照常进行，球迷反应不大，太阳照常升起，马照跑，舞照跳，受到影响最大的反而是他自己。离开了职业舞台的火箭，一切都归于平凡，没有了入场时球迷的欢呼，同样也没有了退场后球迷的围堵。以前被球迷围着要签名觉得很烦，现在想要签个名，别人还不一定认识。这个时候罗尼才认识到，原来赛场才是自己最好的舞台。所以就在那一年，罗尼回归之后，博彩开出了世锦赛有史以来最低的夺冠赔率 2.3 倍。当然那一年火箭也如愿夺冠。之后虽然火箭无数次的嚷嚷要退役，但是说归说，做归做，像12年的那种傻事儿却再也没干过。再来看看今年火箭在中国享受的待遇，妥妥的干1年顶3年。这不 C 罗不是都学会敬酒了吗？所以说退役，兄弟们想多了吧，3年以后再说吧。接下来咱们聊一聊马叔。相对于火箭的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马叔刚好相反，那可是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好了世锦赛夺冠咱们就裸嗨，马叔可是一点都不含糊。要不是考虑到有伤风化，马叔说那条毛巾我都不想带。有鉴于此，马叔说话的可信度那是没得说。那么马叔究竟会什么时候退役呢？关于这一点啊，马叔自己还真说过，大概在10年左右。当时那一年马叔打到赛季中段表现非常差，排名一度跌到60位左右。当时马叔就发狠说道，如果我要跌出前64，那我就会选择退役。马叔向来说话算话，因此马叔的退役时间可以确定为跌出前64的时候。但是就马叔目前的状态以及后面这帮年轻人的表现来看，想要他跌出职业还早着呢，至少3年应该没问题。但是对于靠准度吃饭的马叔来说，状态要吊起来确实也很快。所以说再往后马叔的退役时间就有那么一点点的不确定性。接下来就轮到老张了。在753节当中，老张的城府最深，演技最高。想想当年丑闻被曝时，面对记者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弄得现场的记者都不得不上去安慰一下，宝宝别哭，我们大家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在去年的时候，老张有一次接受采访，他说到他有些萌生退役了。老张说的话大圣一般不信，但是结合他今年的表现，这一次说的话大圣倒是有些信了。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赛季老张只要碰到低排位的选手，特别是在8强以前，老张就往死了干，5-0、5-1、4-0这样的比分频频出现，让人感觉他状态爆棚。但是一到了8强、4强，碰上高排位的选手，老张的表现又显得非常拉胯，完全的判若两人。这究竟是为什么，咱们也不好说。反正赚退休金的方式有很多种，你火箭有出场费，马叔可以卖皮头，我老张自然也有我的张良计。可以看出来，老张是真的在为退役做打算了。因此咱们可以得出753节的退役顺序，老张已经离走不远了，大家看一场少一场，且看且珍惜吧。马叔呢，老顽童一个，佛系打球，哪天只要准度不在，也就到了告别的日子。因此马叔的退役时间排在第2。接下来才回到火箭。抛开中国不说，
最近啊，又冒出来一个沙特。这一次的沙特之行，如果呀给沙特那帮王爷整高兴了，明年整个500万的比赛，再加上100万的出场费，到时候哪里是第二故乡还不好说哦。所以说退役还早着呢，搞不好到时候把抑郁的赛大师给熬走了，咱们的诺尼还在，这个也说不定哦。